妈，哎，你以后就不用给我送汤了，小宝每天都给我煲，我都喝吐了我。你吧，就生在福中不知福。我跟你说，你妈这辈子都没喝过你爸煲的汤。要这么说吧，人小宝还真不错。就那样吧。哎妈，哎，你看这怎么样？这怎么弄个粉色呀？这还不知道男孩女孩呢。也是哈，啊，是吧？哎，林伟哥，江一林知道吗？知道啊，都认了多少回了他。干嘛呀？你这是？拍照啊，我。哎，干嘛？你这是？你现在不能动气，怀着孕呢啊！我不动气，我就过去提醒他们一下，要不我对不起依林姐。我提醒去。你看这个好不好看？林伟哥，谁啊？小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同事。啊，这是我妈。认识。你好，阿姨。见过啊。见过。哎，那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王小丫，是依林姐妹妹的小姑子。这位呢是我妈，是依林姐妹妹的婆婆。哦，依林姐你认识吗？她老婆。你们好，我叫秦珊，啊，我们是同事。啊，现在同事都流行牵着手逛街呀。秦珊、秦三儿、秦小三儿，还没弄明白吗？古代叫妾，现在就叫小三儿。啊，你们说话可不可以注意点？我注意了，你注意了吗？你拉着别人老公的手逛街，你不害臊吗？你不知道他有老婆孩子吗？哎，阿姨，我们俩还有点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你先别走的，我跟你说，林伟，咱们俩可是八竿子才够得着的关系。但是我要劝你一句，亏心事做太多了，可是要还的，懂吗？去。请等会。好，谢谢。小陈吧，这个汁儿做的特别好，牛肉也特别新鲜。待会儿还有甜点，你可以尝一尝，味道很不错。你有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。我一朋友啊，就是一饭馆114，纯吃货。你想吃什么，你跟他讲，都有推荐。你想让我化悲痛为食欲啊？你最近确实太瘦了，可以适当增点肥。妈，您刚才真是太帅了。但真的太可惜这江依林了。有什么可惜的呀？林伟根本就配不上他，我觉得他们俩早分了得了。干嘛呢？把照片发给依林姐。别发呀，咱骂骂就行了，别发啊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发出去了。哎呀，妈，您知道吗？这世界上啊，就是因为有您这种思想人存在，才让那些小三儿跟渣男得逞的。我之前就想开一微博，让所有的女人把那些对他们心怀不轨的有妇之夫全部揭发出来，我一个个发到微博上，这样呢，所有的已婚女士就能在我的微博上查到她们老公的案底。你确定这么做吗？我就那么一说，我哪有时间啊？我有时间啊，我真的有时间，这事儿我来做。怎么了？送我去一趟。你冷静点儿，现在过去没有用。我怎么做才有用啊？你现在去就是羞辱你自己。你要真想报复，找一个更有效的办法。其实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你的问题就是放不下。现在你该放下了，你好好想想怎么能让自己过得更好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你记着，你还有这个男闺蜜呢。
不是妈，这事儿呢我是早就知道了，但是您也不能说让小丫就把那照片给人发过去了。哎，小丫什么想法？您又不是不知道，万一姐姐看见那东西，人家出点什么事儿。行了，我不跟您说了，这样吧，我跟一凡过几趟，好不好？人要是想通了，不纠结了，就有食欲，还真对。那个姐，我妈和小丫啊，是我谢谢他们。去年在网上，我们同学的那个群里，有一个男同学的老婆跳上来就破口大骂，骂她老公有了外遇，各种揭发，弄得她老公特别狼狈不堪。当时我们就想，完了，他俩肯定得离，这日子肯定过不下去了。后来他老婆居然说，不管她老公在外边发生什么事儿，她都不会离婚，这个家都不会散。我当时听完之后，我特佩服这个女子，事情都这样了，她还能这么想这么做，实在是了不起。可是今天，我不这么认为了。女人就一定要忍吗？我没事儿，回去吧，不用担心我啊，好着呢。哦，对了，过2天伟伟过生日，你们把时间留出来，我准备热热闹闹给他开个大 party， 回去吧。丫宝，你那新房什么时候好啊？那个，怎么了？我说你的新房到底什么时候好？啊，都是8成新以上的，1分钱不用花，还没有甲醛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样，我给你算笔账啊。你看，咱们要是找一个装修公司，这装修费吧就得7、8万，家具家电加在一起又得2、3万。刚装修完还不能马上住，得放甲醛。然后呢，咱们还得租房子住，这肯定不能住这儿啊，还得交租金、押金，这又是一笔钱。现在多好啊，马上就能住，省心省力还环保。丫宝，啊，我知道你会过日子，但我没想过你这么会过日子。别激动啊！我知道是吧？省钱归省钱，但咱钱呢都放在刀刃上，你的营养。还有这个宝宝的营养，那绝对不能省。还有，宝宝出生以后用的、穿的，那都得是最好的。你放心，亲爱的，这个新房子呢，我一定装出有家的味道来。我知道省钱不等于凑合，是不是？我一定让你满意。我不满意。你看你这还没去看呢，怎么就知道不满意了？这样，到时候你验收，好不好？看到没？这儿，小胳膊小腿的，很健康，就觉得这孕育中的生命呀是最美的。好了，挺好的。哎，大夫，我还想再看一会儿，行吗？好啊。我怎么就被他弄糊涂了呢？我倒觉着他明白了。
是，他是想明白了。我姐跟我姐夫那么多年，我也不想看到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弄得太尴尬。是，我也不想啊。可是我觉着啊，你姐要是发泄出来了，舒服了也行。以后我们不能这样啊！万一我们……哎，咱别万一行吗？咱俩这次就已经够悬的了，咱俩千万不能有任何的闪失。我不说万一吗？哪有那么多万一啊？你不是说了吗？外面的事情咱俩呢不能左右，但家里面的事情咱们得一起努力啊。怎么突然就想起这个了？这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了呗。按你说的啊，一起努力啊。那我再跟你说个事儿。小韩，我跟你一块去照顾吧。什么？你公司不是刚接了一新单，后面不是挺忙的吗？小韩，你作为朋友又放不下他，那我想这段时间反正我也不是很忙，就这么定了。好。舒服吗？舒服。来，谢哈。最近看你姐去了吗？去了。怎么样啊？没跟妈说呀？谁让小丫把那东西给他发过去的？什么事儿啊？这林伟啊，在外边找了一相好的，让我跟小丫碰上了。不是，你钓鱼的时候可别跟姜炳宽说啊。看上去挺老实一个人啊。看上去，你现在能看明白几个人呢？还说我们女人心海底针呢，我看你们男人那才叫千层皮呢。妈，我跟我爸还跟那坐着呢啊。跟你爸一样，你爸那时候啊，那叫能说会道，现在可倒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吃饭的不吵，那时候不吵，不是吃饭的啊，吃饭的。你也甭劝啊，我还警告你王玉明，你要跟林伟那样，别怪我到时不认你。还有医院那边你差不多得了，别没事老往那儿跑。人家一凡说没意见，那是相信你啊，你也知趣儿点。妈，没事儿，我跟玉明都已经商量好了，以后我跟他一块儿去照顾小韩。哦，对了，还想请您给我帮个忙呢。帮什么忙啊？您不是特别懂保健品吗？我就想让您帮我去挑一点保健品，到时候给小韩送过去。怎么了？舍不得钱啊？没有，挑，明天就去挑。谢妈。哟，妈，你慢着点啊！我这买保健品腿脚利索着呢。你过来的挺高兴的，我看你。我挺激动的，也高兴。我买了这么多年保健品，我有多少经验啊？没人跟我交流，我有劲使不出来。你们老不信我，你现在不是正使了吗？我不是，还有你啊，你这变化我可看出来了啊，挺聪明的。差不多了。多涂点。是唇膏涂那么多干嘛？吃个猪油似的。我的妈呀！你这衣服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小韩姐是一名战地记者，你这衣服在她面前就一个字：俗气。玩小清新的是吧？马劲儿说什么来着？要正式范儿，正式范儿是什么？要非常自然的大气。那我也没衣服穿了呀。哎，等等，就
就一普通职业装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？你相不相信我？我信。虽然小韩姐是个战地记者，我非常崇拜她，但是嫂子你呢，是30多岁就崭露头角的美女律师，是刚刚上过新闻头条启明商标案的负责人，是事务所的大红人，我哥明媒正娶的老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决定对小韩姐忍痛割爱，全力支持嫂子你。干嘛？讨厌，别去。小韩姐，好呀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婆江一凡。你好，你好，阿姨也来了。是我们那个路过，顺便看看。坐吧，小丫也坐。啊，哦，对了，这个呢是我妈给你做这个大排骨汤，来，谢谢阿姨。别客气。啊，小韩，这个补品跟花是我跟妈特意给你选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百合花，对啊，最喜欢的。谢谢啊。哎，我喜欢就行，送人礼物嘛，最怕不得人心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快坐吧。啊。你的衣服真好看，特别显气质，不像我，每天穿的男人装到处跑，也不顾忌什么形象。不一样，那不一样的气质。腿怎么伤的？跟国外的记者一起拍自由军，不小心被发现了，有一名记者就不幸被击中了。啊，记者也打呀？已经有20几名记者遇难了。其实现在舆论对他们来讲很重要，记者反而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。不管我们站在哪一方，都有可能被攻击。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去执行拍摄，双方打起来了，我们就拼命地跑，四处逃窜。就在这时候，砰的一声，他就倒在我的面前，我就过去抱住他，他身上的血拼命地往外涌，我就帮他往回摁，可是再怎么摁都无济于事，身上、手上全是他的鲜血。就这样，他死在了我的怀里。这时候，子弹就在我耳边飞过去，光照得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就拼命地跑，在装甲车之间来回的穿梭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的腰，我就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这儿了。其实我还挺庆幸的，庆幸我还活着，活着才有希望。听说你是一名律师，刚接了一个经济案。啊，是小案子，跟你的经历没法比。对，没法比。来，先喝杯水压压惊来。看你这副死德行，才多大的打击你就受不住了？赶紧振作起来，将你的正式范儿贯彻到底。我也想啊，你们都没听到，小韩说那些事儿的时候，就跟家常便饭一样，说的怎么跟死神擦身而过，感觉就是肚子饿了，到楼下去买一包方便面。我都觉得我白活了。等他一问我的案子，
我都不好意思开口。故意的他，你也是，你还服他呀？不是服不服的事儿，现在问题在于，如果我是个男的，我都会爱上他。对，如果我是个男人的话，我也会爱上他的。嫂子，我觉得你这回彻底被他拿住了。我和小杨，你站哪边的啊？蒋律师，看着我，别再消沉下去了，冷静点儿，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。不过说句公道话啊，小韩确实挺有魅力的，谁跟他比都得自卑。我们就是比他平凡，可是谁说平凡就不美啊？可是我觉得吧，人家小韩姐还真的挺……哎，你诚心的是不是？我多句公道话也不行啊。嫂子，依我对小韩姐的了解，我觉得她对我哥肯定还有意思。所以呢，你面对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，你应该做好长期的战斗准备。可现在我真是连斗志都没了。是你自己下决心要回去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对，正式范儿，正式范儿。喂，验收？惊喜就不用了，你只要不给我惊吓就行了。好，啊，知道了，拜拜。验收什么呀？你们仨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去见证一下惊吓？来了！Hello， 这么多人啊！人一多你就不敢开场啊？有点紧张。这个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啊！必须的。哎，丫头，你们家怎么没卧室啊？当，老刘请。哎，请。小宝，你这房子真不错，怎么买到的？哎，这不是我家的台灯吗？啊，那个餐桌啊、沙发，这都是赵媛送的，剩下的都是朋友们友情提供的，既环保还不浪费。看着都还挺新的。那就得看你怎么保养了。杨小宝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个家被你一布置，看着真的不错。上边还有一双快乐的脚丫，那是快乐的小鸭吧？这笑脸我喜欢，回家我也弄一个，一睁眼就能看见，心情好。这么高，怎么挂上去的呀？这一共得花多少钱？贴纸，还有装饰、搬运费，一共是1260。就这套床比较贵，3800。所以你看，你能不能站起来？那前两天我跟秦山去逛商场的时候，碰见你妈和王小丫了。他们俩回家没跟你说什么吧？啊？姐夫，前两天呢，小莫去楼下找你，我跟一凡也都去了，你没下来，是因为秦山吗？回家的时候呢，小莫就一直问我，是不是因为他做错什么了，所以爸爸生气了，还是因为他跟妈妈做错什么了，你不理他了？那你后来怎么跟他说的？姐夫，这事儿已经想好了吗？前两天你姐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是要给我过一个生日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
那什么，那咱收拾收拾，我回公司了。好吧，得。杨小宝可真会过日子，花小钱办大事儿。那我看王小丫那样也不是很高兴吧？小丫这一门心思想当阔太太，小宝这小两句不如她的一回也正常。别看不起极品指南，看人家手得多漂亮啊！只有像杨小宝这样的男人，才是把心放在家里，真心实意疼老婆的。怎么，有点伤感了？算是吧。怎么了你？就是突然觉得，要是跟杨小宝这样的男人过日子，也挺有感觉的哈。你不是独身主义不结婚吗？你这到底接还是不接啊？碰见杨小宝这样的，我接。我也接。接，赶紧接电话吧你。啊。喂，依林姐。啊？找我啊？行，那我马上过来。你在这儿呢。怎么样？这么满意吗？哪不满意你说，我把它换了。这些家具哪来的？马云那儿买的呀。我不喜欢，这所有东西都不喜欢，更不喜欢这个房子。咱别生气，这生气容易伤着孩子。你要不喜欢呢，你等我，赚够了钱把它都换了。不行，咱把房子也换了，行吗？行，顺便把我也换了吧。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娘家。哎呀，干嘛啊？没事，我逗你玩呢，就是咱别回来呗。把手拿开。啊？拿开。真没事儿。怎么弄的？就刚才竣工一高兴从梯子上跳下来，滑着的，没事儿。你怎么那么笨啊？还能摔下来？其他地儿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儿。你还笑？我看你为我担心，我挺高兴的。这时候还高兴？走去医院。别，医院咱就不去了啊！一会儿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得花多少钱？我都买好纱布和酒精了，自己消消毒就行了。在哪儿呢？你以后能不能小心点啊？哎，遵命。那个，你要是看哪儿不满意，我现在就把它换了。算了吧，就那点工资，过成这样也不容易，不折腾你了。那你不生气了？我饿了。马上开饭啊！马上开饭。依林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放着一凡那么大律师不找，来找我了。有些事情我还不想让一凡知道，我就想问问你办离婚的事儿。比如说，这应该是去哪儿办呢？去民政局还是去法院？关于财产，尤其是孩子，这些事儿应该怎么弄啊？哦，是这样的。如果夫妻双方就孩子的抚养权方面不存在着分歧，财产分割上不存在着争议的话，那就会比较简单。准备好相关的证件，去民政局20分钟就能办好了。如果就以上的这些情况，双方无法达到共识，存在着争议的话，那就要交给法院，由法院开庭审理。需要的相关文件也会比较多一些，需要的时间呢也会比较久一点。依林姐，你跟姐夫真的走到这一步了？啊，有些事情我想还是先了解清楚比较好。主要是孩子，我想让小莫以后跟我在一起生活。小莫现在已经超过10岁了，他的个人意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依林姐，我跟一凡从小跟你一块玩到大，你跟姐夫原来多恩爱啊，我们可羡慕了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
不说这些了，马静，过2天就是林伟的生日，我想热热闹闹的给他开个大 party， 到时候还想请你和赵元再加上小丫来提前帮我布置布置，行吗？啊？一凡从医院回来怎么样啊？你跟他说，妈绝对站在他那边，我支持他。因为我觉得一凡是一个特别大气的孩子，而且他过日子肯定是一把好手。你看那小韩，我当初阻止你，没让你跟他出国，我这决定是对的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咱这话呀就别两头说了，好不好？要么呢，你就站我这边帮我劝劝一凡；要么您呀保持中立，就别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另外啊，您跟小丫啊也说一声啊。行，那我中立行不行？早就应该中立了啊。儿子，你们公司现在怎么样？还行吧。那我就踏实了。不是，我那天吧是陪一凡给小韩去买保健品，就是又把我那瘾嘛又给勾出来。我这一阵没买吧，我觉得特堵得慌。你们这经济要没那么大压力，我不是能放松一点吗？不是妈，你放心，妈这心里有数，我绝对不会把那钱给你们花光了。你看这小韩这事儿，我都能中立了，是吧？行了啊，咱打住吧。您要敢买，你信不信我真给你扔了？你看，我不是说不让你买，您自己说吧啊。您说了多少回了，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。结果呢，反正搁我这儿啊，不能给您开这先例，啊。不买就不买呗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看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说了半天，跟这儿等着我呢。王总来了。哎。哎呀，行啊，一天至少2趟医院。一凡同志最近很大度嘛。哎呀，那是他非要跟我去的。啊？那之前呢，让我妈给这小韩呢做饭，我还能理解，改变的挺大的。可这回这改变有点太大了。坏了，要正面交锋了。一凡这回回来啊，就说明呢，对我们的感情呢已经很清楚了，没必要正面交锋了吧？哎呀，女人之间的战争你懂吗？不把对手打趴下了，绝对不会停战的。听你说的挺吓人呀。雨明今天忙，我过来代班。好几天没见你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怎么能不来呢？大记者的故事我还没听完呢。没吓着你吧？刚开始是有一点儿，后来我一想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有你的故事，扫大街的有扫大街的故事。头2年我接过一个案子，一个扫大街的老大爷在路上捡了你钱包，当他还给失主的时候，那失主非说是他偷了他的钱。我打完官司送老大爷回家，发现他家里还养了8个他从路上捡来的孩子，我当时特别感动。后来我就觉得这种事吧，得细想，平凡人其实也有他的伟大，就看你怎么去想了。温度差不多。谢谢你啊，江大律师。不客气，蒋大记者。我也想让你快点好起来，回到你的新闻行业。我还等着看你的新闻报道呢。那你还是别想了。我跟雨明说过，我不想回去了。他没跟你说呀？我们俩没秘密。其实事情也就这样。当你开着车路过一个车位，没停，奔向别的地方去了。但你突然回过头来，又想停到这个车位的时候，发现这车位上已经有车了，那
那你总不能让警察把这车给拖走吧？你说的也不全对。这个车位，在 N 年前我都已经预约了。这些年，在我的概念里，它一直都是我的。现在回来看那儿已经停上车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能短时间内还真是转不过这个弯来。那你这算是给我挑明了。嗯，也好，简单直接，谁也不啰嗦。看来咱俩个性还挺像的。也不全像。我怕你喝汤喝腻了，给你弄了一点糖醋排骨。就算你再转不过弯儿，饭总还得照吃吧。你这又是要去哪儿玩啊？啊，就是周边瞎逛逛呗。不是我又说你，你最近呐玩心太重了。林伟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你也不说说为他准备准备。我们就想2个人过了。你们自己过？哦，2人世界。这个爸爸懂。小莫，那就别愣着了，赶快上楼下棋去吧。好。走吧。妈妈再见。哎，走走啊，好，走吧。依林，你觉得这样有必要吗？你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，你就把我放下吧。我放不下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给你过个生日。依林，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场地我都已经布置好了，你们公司的同事都请了，明天等你啊。其实我也听说了，公司那边的人他们都去。看来我们不去还不行了。就这点事儿，你还想闹得大家都知道啊？你想去吗？去啊，他们都去，我为什么不去？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老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其实这事儿挺简单的，他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肯定舍不得，想借着这个生日让你感动，好回去呗。行。我再讲。电炮啊，我剁了他。哎，小心没有？后边还后座炮呢，什么呀？照打你，你死了，知道吗？悔不吧？不会，说了就说了，什么好悔的？哎呦，有骨气啊！男子汉有骨气。那重摆吧。好，没事。不玩了？哎，你这会儿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他们过生日没让你出席，你不开心是不是？没关系的，明天外公啊带你出去玩，带你出去嗨配，怎么样？哦，羡慕。都羡慕林伟能娶这么个好媳妇儿。你们先聊。小丫，哎，你今儿真好看。谢谢。怎么说话呢？姐哪天都好看。照顾好啊。你放心吧。姐。爹，来了。哎，随意啊。那一会儿聊。
升旗来喽！默默，小莫，小莫，升旗，你来放，你来放，来，拿着，哎，抓住了啊，抓住了，哎，这手，哎，对，哎对，升旗来喽，升旗来喽！哎，要掉下来了，放啊，收线，要掉下去收线，收，你怎么了你？啊，放啊，不舒服啊？发烧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你？爸，我妈今天可能会离婚。啊？依琳姐，她不会不来了吧？依琳姐，要不你去忙吧，我们在门口等。来了。来了。你也来了？是啊，你都通知了，我当然会来。谢谢，真给面子。进去吧，大家都来了。各位，谢谢大家的光临啊！这杯酒我先干了，你们随意啊。平时我也不爱说什么肉麻的话，但是今天是我老公林伟的生日，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就肉麻一回，大家请看吧。19岁，我第一次遇到林伟，跟联谊寝室的男生一起唱歌。20岁，我们俩第一次约会，他说要把这辈子的约会都卖给我，我给他买了一大桶冰激凌交换，他吃完拉了2天肚子。22岁，我们毕业了。25岁，我们结婚了，有了小莫。别误会啊，不是奉子成婚。小莫满月，我们住50平米的小房子，林伟感动得不得了，说累到吐血都要给我们娘俩更好的生活，换大房子。27岁，小莫2岁了，大房子还没有着落，我在会计师事务所也升职了，一起跟林伟为房子奋斗。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，我们2个人一门心思拧着一块儿往前走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段日子是苦点儿，但心里很踏实。这个时候，我老公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韩总，您还记得吗？当时韩总那单生意吗？您说，只要林伟能拿下这单生意，您就给他升职。韩总，到现在我都感激你，谢谢。为了能让我老公拿下这单生意，我辞去了工作，去照顾韩总的妈妈。是韩妈妈自己福气好，很快就康复了。但是韩总硬是把功劳归在我头上，把这单生意给了我老公。我老公升职以后很忙，根本顾不上家，我也就没再回去工作。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当会计师的，这点秦山知道，是吧，老同学？
但是我更喜欢当林太太。结婚之前，我跟秦山一样，认为事业最重要。但是结婚以后，有了孩子，我觉得林太太才是第一位的。依林，我得给你封一个模范贤内助。行啊，谭总，谢谢。来，大家接着看。聪明姐吗？我也是没有办法了，孩子们呐都不接电话，我只有打给你了。都不接，他们都没在家呀。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说是给林伟过生日什么的。都这样了，还给他过生日啊？那你知道去哪儿给他过生日吗？小丫结婚那个地方叫翠明路，什么荷塘月色。哦，知道了。30岁，我们有了大房子、车子。儿童节带小莫去游乐场，坐过山车，他恐高。林伟把他放在肩膀上待了几分钟，想锻炼他，结果硬是下不来了。说这样感觉他一下子长成了大人。小莫之前说他坐在林伟的肩上像个大人，现在也算是个小大人了。小莫10岁，我35岁，林伟36岁。19岁到35岁，16年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好吧，下面就请我们的男主角上台吧。老公，16年，我一直都很努力，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不管我付出什么，都是因为我爱你。都老夫老妻，别行。这可是你们说的啊！可是现在，我恨你。35岁，我老公背着我，跟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。我的老同学秦山走到了一起。16年前，我也青春逼人，现在青春不在了，我只剩下一肚子的怨气。我不能就这么过下去。秦山，我可以把我的老公让给你了。我现在放手了。
林伟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还没说完。16年，我对你所有的爱，到今天都变成了恨。我必须要把这些都说出来，不然我会疯，会死。我不允许自己就这样被你悄悄抛弃。别怪我，用这种形式把你对我的伤害还给你。生日快乐！依林，对不起，大总，扫您的兴。你们的10年的照片很感动，但结局没想到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林伟的支持，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我一直以为林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有底线，有原则。最近公司有些传言，我都没信，可我不多说什么了，今后的路还很长。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不行，玉明，哎，你进去，跟依林说呀，在林伟那儿啊说句软话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给林伟认个错，行不行？啊？不是爸，那我跟一凡呀，都已经劝过了，他俩那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可他们不能离婚呐！你想想啊，以后依林一个人带个孩子，那怎么过呀？他是搞婚介的，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小道理。玉明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林伟在外头已经有人了？小沫啊，阿公姨父，哎，是不是饿了？不是姨夫啊，给你做饭吃啊。爸，来，你把东西给我吧。您要是累了，您就回屋呢歇会儿去。饭做得了，我叫您。我妈怎么没回来？啊，你妈呀，我妈回来，只不过你妈呢，可能今天回来的呀会晚一点啊。姨父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我爸我妈是不是离婚了？你知道什么是离婚了吗？知道，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很严重。
有多严重？就是非常严重。小莫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特别怕他们两个离婚呀？我不怕，因为他们离婚了，我还能见到他们。那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呀？因为我怕他们见不到了。是不是没吃过姨父做的饭呀？今天姨父呀，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！但是呢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一会儿咱跟外公吃饭的时候啊，在饭桌上，你呢得使劲的把菜跟饭呀都吃干净了，这样的话，外公才高兴，好不好？啊，还真是从您这儿要的地址啊？他电话他都打咱们家了，我也不能不说呀。哎，这江依林解恨了没有？过个生日解什么恨呀？行了，林伟都这样，他还能好好给他过生日啊？你以为你妈傻呢？嘿，我发现您现在越来越八卦了啊！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这江依林多聪明啊！她要是下了决心的事儿，那就便宜不了谁了。男人就欠收拾。你以后跟这个小韩，你要是再那什么，这一凡就跟他姐这么学着收拾你。爸，您听听，您听听啊！哎，我还是您亲儿子吗？亲儿子我才得更高标准严要求。嘿，您真是一好婆婆，发现。别听你妈胡说八道，她心里啊根本不是那么想的。算你了解我。哎，你们俩最近的多关注了一点依林，就别老让她一个人在那屋里待着，不行把她接咱们家住来。我都不知道您这话哪句是真的了。我哪句都是真的啊！你妈没那么恶。行，知道了。我爸怎么样啊？还行。小莫呢？睡了。谢谢你，老公。你看你，哎，那个，你姐怎么样？就那样呗。16年了，感情和青春都投入了，自己什么事都放一边，所有事都是为了林伟给小莫，结果什么都留不住。要是有一天，我也因为相信你而付出代价，我也认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电话里跟我说要跟我谈小莫的事儿吗？那就谈吧。既然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咱们也都别藏着掖着了。
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让我把小莫带走吧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小莫给你呢？这个问题连想都不用想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。是，我是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俩分手以后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家里的房产、现金你都可以拿走，我就只想把孩子带走就行了。你听说哪个孩子跟后妈在一起能生活的幸福呀？小莫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照顾，他已经习惯了跟我生活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俩之间没有必要较劲，要想到孩子的感受，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环境。